我兢兢业业为我老公的公司奋斗多年，甚至不惜放弃世界500强的岗位，却没想到在公司年终奖只拿到了1元的奖励，而他的秘书却被他亲自授予50万。各位，大家都停一停手上的活儿，陆总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又是他，这都是江总监第几次在上班时间睡着了，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啊！江岩，陈昭，我昨晚改方案改得太晚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各位同事，这一年辛苦了。临近年终，我把大家的年终奖都包在了红包里，红红火火，给大家讨个彩头。领红包了，领红包了，领红包了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今年继续努力啊！这红包怎么这么薄？哎，这么多！哇塞！全是钱！我去！我有3万，你呢？我不是很多，我有2万。江总监，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大功臣，年年业绩第1，为了5000万的订单熬了好几个通宵。您的年终奖起码这个数吧？江总监，既然大家都好奇，你不妨打开看看，给大家来展示一下，你拿了多少？是啊，给大家伙儿看看，忙碌了1整年的江总监值多少钱？1元，太少了吧？陈昭，你是不是发错了？公司的年终奖向来都是公平公正，按照大家1年的努力来发放，不会出错。这1年来，芊芊的努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认为只有她最值得重量级的年终大奖，总计50万。50万！哇！啊，这……陈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什么意思？这1年来你有多少次迟到早退，在工位上有多少次睡着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怎么，真把公司当你家了？你要是不服啊，大可以辞职啊。陈昭，你都知道的。我都是为了赶工作，而且我大多数外出都是为了谈合作，根本就不是早退。就像昨天我是为了去强盛集团谈合作，也提前跟你报备过的。迟到就是因为敲定合作细节，我甚至因为这个项目彻夜失眠。你报备是报备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你身为公司的总监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不该迟到早退。至于强盛那个合作，芊芊虽然刚来，但在优化方案上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，出力不少。反倒是你，江岩，不要总是妄想拿新人的成绩来炫耀自己有多么优秀。你身为集团的老员工了，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我什么时候拿新人的成绩补点自己过？强盛集团这个5000万的项目有多重要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经他人之手？是啊，江总监为了这个订单喝了好几箱红牛呢，他一个新来的秘书懂什么？陆总，我早就说了，江总监现在在公司的威望很高，要不算了吧？不能算。江岩，你每天在工位上假努力很有意思吗？啊，你身为集团的老员工了，但是不要以为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假努力，陈昭，我够了。江岩，在公司你应该叫我陆总。我结婚3年的丈夫，最清楚我做了多少的人。现在居然相信一个刚认识不到3个月的外人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强盛的合同就交给芊芊完全负责，反正你也只知道上班摸鱼，起不了什么大作用。这1块钱啊，就是为了提醒你，在明年的时候，多拿出来点真材实料来证明自己。行，也不用明年证明我自己。我辞职。江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别闹了！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你会离职吗？哼，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当众说离职，这玩笑
未免也太敷衍了吧？我没有闹，我是认真的。陈州，是不是江妍姐不满意我，觉得我是刚来的，配不上50万现金奖励，所以才想离职的？啊，江妍，你是不满意我给芊芊这么大的奖励？你也太小心眼了。芊芊刚来公司，正是需要鼓励的时候。鼓励他，用1元年终奖和50万现金对比，当面羞辱我，鼓励你陆晨舟的秘书。陆晨舟，你是不是忘了3年前是谁从世界100强企业辞职，放弃100万年薪和晋升机会，陪你从小出租屋创业，一家家客户去跑，一杯杯酒去喝，才从公司几个人到现在的上市公司。我的天哪，江总监这么牛！何止啊，前几年资金链差点断了，是江总监力挽狂澜，那个陆总只是个陪衬。江妍，你够了！没有我把握方向，运筹帷幄，给你平台大展身手，你真的以为你会有今天吗？拿着现在的工资，坐着现在的位置吗？哼！哎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都28了，在职场上已经是高龄，离开了我，离开了陆氏。你真的以为有哪个公司会愿意要你这个高龄的、只知道闭门造车的老娘啊？陈州，你也别这么说江总监，江总监也是为公司付出了很多的。陆晨舟，到今天我才看清，原来从始至终，你从未看得起我。既然如此，强盛集团这个1000万项目，希望你还有你的秘书吃得下。至于我，就不陪你们玩了。顾总，您上次提过的事情，我考虑清楚了，我决定加入顾氏集团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贵公司给我的年终奖至少比1元高。妍妍，你终于答应加入顾氏集团了，太好了！你放心，像你这种实力，年终奖100万不算多。哎，妍妍，我记得当初导师答应给你介绍高薪工作，你说要跟老公一起创业。你现在跳槽，那你老公的公司……我会处理好的，您不用担心。好，那我等你的加入。看来是时候拟一份离婚协议了。顾总，您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他终于肯加入顾氏了。能让您这么高兴，他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，是哪个行业的顶尖专家，还是哪个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被我们挖到了？他是陆氏集团总监江岩，他可不简单。有他的加入，不出1年，顾氏集团肯定能稳坐国内头把交椅，而且还有可能挤进世界100强 TOP 10，冲击全球100强 TOP 10。顾总，您对他评价这么高，那您打算给他什么职位啊？总监，还是部门的总经理？这些都不配，顾氏副总裁还有个位置，这是我单独给他留的。通知下去，准备欢迎仪式，我要亲自去迎接。对了，再从我的账户上拨5个亿，打给江岩。陆晨舟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宝贝。江总监不会真的辞职了吧？他可是我们公司的主心骨，他要是走了，我们明年会不会失业？陆总别闹。陆总，你怎么不去追姐姐啊？你就不怕她真的跑了，不回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江岩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根本就离不开我。一会儿啊，他自己就回来了。比起他呀，我刚刚可是给了你50万，你是不是该付出点什么？哎呀，讨厌啊！
陆晨舟，你居然真的出轨了！江岩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进来也不知道敲门，还有没有规矩了？陆晨舟，都光明正大偷情了，还怕被人发现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为了维护在公司的完美形象，我们结婚的事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陆晨舟，你就这么饥渴，偷人偷到公司？江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和芊芊是清白的，我们两个只是正常的交流工作而已。江妍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刚刚就是眼睛进了东西，陆总帮我看看，你怎么能这样恶意揣测？真的，工作交流需要贴这么近吗？陆晨舟，证据就在我手里，你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？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抬这个新人，原来是为自己的下半生买单啊！晨舟，怎么办啊？江妍姐好像真的生气了，要不然我离职吧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不，芊芊，你不用离职。妍妍啊，把视频删了吧，何必要闹成这样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公司，那影响都不好啊。偷情的时候怎么不觉得难看？行了，要想这段视频不被发出去，就老老实实按我说的办。第一，立刻签字批准我的离职报告。第二，按照我入职时签订的合同，一次性支付我2000万的赔偿金。第三，离婚协议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，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。哼，2000万，江岩，你疯了吗？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啊！我告诉你，不管是离职还是离婚，我都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行，那保不齐这段视频会出现在各大平台。陆总也不想这么出现吧？晨舟，怎么办？江妍姐好像铁了心要跟你离婚。江岩一向最爱我，这钱不过也是从口袋中赚一圈，最终还是会回到我的口袋。行，江岩，不就是2000万吗？我给你就是了，拿着钱给我滚得远远的。再说了，陆氏集团马上就要和强盛集团签订合同了，合同一旦达成，公司的市值至少翻2倍。你到时候啊，别哭着求我。行，你就看我江岩到底会不会回来求你。强盛集团的合作项目是靠我才谈下的，像你们这种急功近利、专业不精的人，最容易失败。祝你和白芊芊合作能够顺利完成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靠他！明明和强盛集团的合作靠的是我陆氏的名声，他还真以为他是陆氏的顶梁柱。江总监，你真的要走吗？辞职报告已经批了。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这些年我们都是你带着的，早就习惯你了。是啊，江总监，这件事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喂，江岩是吧？你1个月前在海南欠了1个亿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什么？1个亿？什么？1个亿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怎么可能欠1个亿？搞错？江岩，你别想赖账，你所有的信息我可都知道。给你3天时间带前来海城的精品会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江总，你没事吧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江总监，这应该是诈骗电话吧？现在的骗子，张口就是几千万1个亿的，你别慌。海城金鼎会所，我这半年根本就没去过海城。哟，江妍姐，怎么啦？接个电话脸都白了，这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我刚刚听见了，你好像欠了1个亿，怎么？看你这样子，你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啊？你，白芊芊，你是不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几个星期前，陆总带我去海城出差，谈了笔项目。你也知道那边的赌场比较发达嘛，陆总想让我长长见识，就带我去金鼎会所，那边的人都玩得特别大，陆总也想让我试试手气。唉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那几天的手气特别背，
一不小心就把带的现金都输光了。然后陆总就在现场跟会所经理借周转资金，借了1个亿资金周转，用的还是我的名字。你也知道陆总的身份不方便嘛，所以就留了你的电话、姓名、信息。反正你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，理所应当替陆总扛嘛。所以陆晨舟用我的名义为你白芊芊在赌场借了1个亿的高利贷，你们还有脸让我来还？这怎么了？你作为公司的主要员工之一，替陆总扛点债不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刚拿到了2000万的补偿吗？先还点利息呗。反正你能力这么强，1个亿，努力，还个10年8年的，也就还完了嘛。陈舟，你都看到了，他打我。江岩，疯了，敢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！江岩，你疯了，敢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！你都敢用我的名义为他借1个亿，我有什么不敢打的？还是陆总对1个亿没有概念，觉得无所谓？陆总，你这事做的也太不地道了吧！江总既然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就是，这不明摆着坑人吗？江总，这账您不能认，谁欠的就该谁还。给我闭嘴！这里轮得到你们来说话吗？不想干的给我滚！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我承认，我当时也是情况紧急，没有办法。你看，你现在也拿到了2000万，这样，你先把2000万拿出来，把利息交给我，剩下的以后慢慢想办法。陆晨舟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凭什么觉得我到现在还会帮你？为你这样的人渣背负这1个亿的烂账，会原谅你出轨，原谅你们2个联合起来算计我？既然你这么在意面子，正好大家都在，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在婚姻期间出轨秘书。陆总和江总监居然结婚了，难怪陆总跟白芊芊这么优待他，原来是他俩搞在一起。你血口喷人，江岩，你这是诽谤！哎，你以为你手里的算什么呀？你现在可是背着1个亿的债务，我看你到时候不跪着来求我，这1个亿你怎么还？海城的手段你也知道，江岩啊，我劝你千万别逞强。也许你现在跪着来求我，我还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你。是啊，江岩姐，你就别逞强了。你伪造证据污蔑我和陆总的清白，我们不怪你。到时候你别真出什么事儿了，我们也担心你。你现在来求陆总，到时候的下场也不会落得那么惨。哼，吓傻了吧，江岩？这1个亿，你离开了我，离开了陆氏，我看你支付宝到账5个亿。5亿？江岩，你哪来的5亿？顾总，您给的资金5亿也太大了。这是你应得的。3年前我就说过，只要你愿意来顾氏，我会给你5个亿，让你大展身手。现在如数奉上。感谢顾总的信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希望。 5亿流动资金，这太大气了吧？顾氏，不会是江城第一集团的那个顾氏吧？这江总监离职后哪会落魄？这简直是凤凰涅槃，一步登天啊！简直是钮祜禄回宫，太帅了！顾钱，顾氏集团的顾钱，他3年前就想挖你，还承诺给你5个亿。哼，江岩，你早就想离开我了，用顾氏集团的钱来还清债务，你真是好算计。哼，可笑，他永远把过错归咎别人。陆晨舟，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你废话。这5亿是顾总给我发展事业，不是用来给你填窟窿。至于海城那1个亿，喂，你好，我是顾氏集团新任副总裁江岩。关于1个月前陆晨舟先生用我的名义签署的那份协议，顾氏集团，江总，您现在是顾氏集团的副总裁，您的债务不算什么，1个亿就当抹零头了。这么大一笔债务被江总3言2语就解决了，对方还说只是某个零头，江总这也太帅了吧！愿意跟我走的，现在收拾东西，10分钟之后楼下集合，我们一起去顾氏集团，开始新的征程。
陈州，你别生气，他江岩就是仗着一个野男人走了也好，走了以后公司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可是公司一半的核心团队都被他带走了。陈州，别这样想，还有我呢。他们走就让他们走好了，大不了以后我们重新招人，招一批更年轻、更听话的。等我们拿下跟强盛集团的合作，公司市值翻倍，他们肯定会后悔回来求我们的。对，你说的对。等和强盛集团的合作达成，我看他还怎么嚣张。到时候，我让他哭着跪着来求我。哼。江岩，欢迎你和你的团队正式加入顾氏。从今天起，江岩女士将担任顾氏集团执行副总裁，直接对我负责。顾氏将是你们新的起点，我顾前期待与诸位共创辉煌。芊芊，强盛集团那个项目进展的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们公司今年的重头戏，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。我办事你放心，强盛集团那边的负责人我已经对接过好几次了，他们对方案很满意。第一批建筑材料已经按照合同要求开始采购和进场了，马上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施工阶段了。材料采购，这可是关键的环节。江岩原来指定的那几家供应商都是合作多年，质量有保障的。你确定都是按照原计划进行的吗？哎呀，陈州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还特意找了那几家供应商谈了价格，现在的价格可是便宜了将近10%，可是为公司省下好大一笔。还是你懂得为公司着想，不像江岩。行，你办事我放心。等这个项目圆满的完成，我呀，一定好好的奖励你。我就知道陈州你最好了。也不知道江岩怎么想的，明明其他供货商有20%的差价，还偏偏挑最贵的，正好可以跟陈州求功劳，另10%可以落入我的口袋。不过我就换个档次差不多的供应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喂？什么？材料全部不合格？强盛集团要求我们赔偿全部的损失，并且赔偿天价的违约金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陈州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白芊芊，你不是说材料绝对没有问题吗？对方不仅要求我们赔偿全部的损失，还要赔偿天价的违约金，初步估算8000万。材料不合格？这不可能！我找的供应商和合同方案的供应商是一致的，这不能怪我，我也不知道。8000万的赔偿，加上项目停滞带来的连锁效应，陆氏集团很有可能就此一蹶不振，甚至倒闭。这可怎么办啊？陈州，找江岩。对，江岩，这个方案是他做的，他一定有办法。江岩，好样的，竟然拉黑我！难道他这次闹离婚是认真的？陈州，你别生气了，为这种人气坏身体不值得。他拉黑你，肯定是他心虚，他早就想害我们了。陈州，你想想，这个合同是他做的，方案也是他写的。他当时写这个合同的时候，就叮嘱我们，这合同很重要。现在想想，他肯定在做合同的时候就埋了雷，等到我们接手合同的时候爆雷呢。现在强盛集团要我们赔偿8000万，我们不能让他得逞，这个钱应该让他赔，让他负责，让他赔偿。你说的对呀，他做的方案他必须负责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顾氏集团找江岩，我倒要看看他现在身为顾氏集团的副总裁，还敢不敢不认账？哼，走。陆总，白小姐，不知道未来顾氏有何贵干？如果
果是业务合作，请先按流程预约。江岩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你之前负责的强盛集团5000万的合同，现在爆雷了。江总，你好狠的心！你在合同里动了手脚，用了不合格的材料。现在项目出现了问题，强盛集团要我们赔偿8000万，这可是你的责任啊！我的责任？陆晨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离职当天是你亲口宣布把项目交给了白芊芊，合同也是你亲手从我这里拿走交给他的，怎么能怪在我头上？那又怎么样？现在项目确实交给我负责，但方案是你做的，材料是你选的，现在合同出现了问题，就是你当时工作不认真，能力不行，留下了隐患。江岩，你要是敢不认，我就去法院告你，让你身败名裂。你不要以为现在攀上了顾钱这个高枝，就能够高枕无忧了。你害得我们陆氏集团出现了这么大的纰漏，我倒是要看看顾氏能不能保得住你。识相的，赶紧拿钱赔偿我的损失，不然我就让你去坐牢。坐牢？我江岩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，更对得起我付出的每一分血汗。那份合同没有问题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，检查不出纰漏。我能力不行？陆晨舟，那份合同是我带着团队熬了10几个通宵做出来的，经过反复验证测算，我选择的供应商至少货比3家。你现在跟我说我的方案有问题？哼，货比3家呀？那芊芊怎么还能在你的方案之上节省出10%的成本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吃了那些供应商的回扣，还是故意选贵的？你根本就不懂得为公司节约成本。哦，白芊芊节省什么成本？换了什么材料？说来听听。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了。现在实事求是，因为你提供的方案，害得我们陆氏集团蒙受这么大的损失，面临破产危机。这件事你必须负责。现在立刻赔偿我8000万的损失，并且公开道歉，承认是你们失职。你们自己为了节约成本，现在出了问题就怪到我的头上。我方案里的材料是经过我计算的，如果选择我用的供应商，利益只会最大化，而一旦随意更换，江妍姐，你现在说的天花乱坠有什么用？事实就是出现问题了，就是你的方案有问题。谁知道你那些通宵到底是在糊弄谁？是不是你吃了回扣？白芊芊，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我吃回扣，敢在这么重要的合同里节省成本，我看吃回扣的人是你吧？哼，一个靠着关系撒娇坐上总监位置上的人，也敢质疑我的专业？我再重申一次，责任不在我身上。我江岩在陆氏的这3年，对得起我经手的每一份工作。难道真的不是江岩的原因？江妍姐，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，为公司选择最优的方案。没想到你在合同里挖坑等着我跳，你是想用这个报复我是吧？你做到了。江岩，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。合同方案是你做的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在嫉妒，你嫉妒我姓芊芊，重用芊芊。你这个女人啊，心思太恶毒了。你到现在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，不愿面对现实吗？行，既然你们说是我的合同、我的方案有问题，那就把合同拿来我看看，到底哪里有问题？是不是我的问题？一看便知。不行，这合同是机密文件。江妍姐，你已经离职了，怎么能随便给你看？是不能给我看，还是不敢给我看？你心虚了？我只是在维护我们公司的利益。那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，把责任怪在我的头上。现在我要求看合同自证清白，你们却百般阻挠。白芊芊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陈舟，你看看他，这是公司机密。江妍姐她都已经离职了，这能给她看吗？江岩，别闹！一个已经失败了的合同，你们还当着机密？白芊芊，这么护着这份合同，还把脏水泼在我身上，看来确实证明这份合同有问题。江妍姐，这也是我自证清白的证据，我不能给你。要是给你私自篡改或撕毁，那我岂不是白白被你冤枉了？只要咬死是江妍原方案的问题，把合同藏好，这事糊弄过去，那江妍就背定责任。芊芊说的没错，这合同是你自己做的，你自己难道不知道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假意借着看合同来销毁证据？陆晨舟，你简直无药可救。
你到现在还在相信这个满口谎言的女人？你胡说，芊芊才不是这样的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江岩，就是你搞垮了公司，你就等着收我律师函吧。律师函？好，我等着。但在此之前，这合同我必须看。江岩，你敢！江岩，我都不知道陆氏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敢来顾氏闹事。不过你们反应这么大，还推人，是不想让江岩看到合同吗？哼，谁怕了？是江岩想要销毁证据。一个已经导致公司面临巨额赔偿的合同，你们还当作宝一样，或者说是商业机密，怕我销毁证据？哼，真是可笑。我看你们是心虚了吧？怕这合同证明到底是谁在捣鬼？小陈，把那份合同抢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捣鬼。哼，你们是知道自己犯了大错，脑袋疯了吧？他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？江岩姐，你现在认错赔钱，我们也不会追究你什么的。你要是不认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报警了。我当然不认。陆晨舟、白芊芊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我精心策划、埋了雷的合同，可它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江岩，你还敢不认？合同方案是你提供的，材料是你选的，白纸黑字现在在上面印着呢。不是你的错，还能是谁？我选的。陆晨舟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选的供应商一直都是兴隆建材，而不是合同里的宏发建材。材料也从 A 级材料变成了 B 级材料。我江岩做的原版方案从来都不是宏发建材，更不可能用 B 级材料去代表 A 级材料。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节约了10%的成本。哼，用降低材料标准更换劣质供应商省下的黑心钱。我最多就是跟公司协商减少成本。你是不是偷偷换了供应商吃回扣？我吃回扣？白芊芊，你贼喊捉贼这一套玩得可真溜。我看真正吃回扣的人是你吧？据我所知，宏发建材的成本比兴隆建材的成本低了整整20%，你却只节省了10%的成本，那剩下这10%的差价，全都被你吃了吧？芊芊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你吃了回扣换的材料？没有，陈舟，我没有，你别相信他。他就是来挑拨我们的关系的，他根本拿不出证据。哼，对，证据，你口口声声说是芊芊吃的回扣换的材料，拿出证据，空口无凭，你就是诬陷。你看，陈舟，他根本拿不出证据，还在这里血口喷人。我看血口喷人的是你，江岩根本就不是这种人。拿出证据？你真当我江岩会像某些人一样不留后手，全凭一张嘴吗？看清楚，这才是我当初提交的原版方案。我当然不认。陆晨舟、白芊芊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我精心策划、埋了雷的合同，可它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江岩，你还敢不认？合同方案是你提供的，材料是你选的，白纸黑字现在在上面印着呢。不是你的错，还能是谁？我选的。陆晨舟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选的供应商一直都是兴隆建材，而不是合同里的宏发建材。材料也从 A 级材料变成了 B 级材料。我江岩做的原版方案从来都不是宏发建材，更不可能用 B 级材料去代表 A 级材料。这就是你们口中说的节约了10%的成本。哼，用降低材料标准更换劣质供应商省下的黑心钱。我最多就是跟公司协商减少成本。你是不是偷偷换了供应商吃回扣？我吃回扣？白芊芊，你贼喊捉贼这一套玩得可真溜。陆晨舟，离职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已经交给了白芊芊，我是不可能在上面签字的，可不要纵容你的下属，不滥冤枉。哼，江岩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你自己好好看看这合同上签的到底是谁的名字，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，这回你想赖都赖不掉。陈舟，你看，
他自己也无话可说了吧？就是他签的字，他想逃也逃不掉。江岩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8000万，立刻赔偿我8000万的损失，否则我不仅让你身败名裂，还会让你把牢底坐穿。江岩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你连自己的签名都不敢认，差点害得陈州冤枉我。你就是记恨我夺走了你的项目和陈州吧？可真是不择手段。白芊芊，你想让他坐牢？你胡说八道，污蔑顾氏集团的副总裁，该坐牢的是你。陆晨舟，你真以为顾氏集团的法务部是吃干饭的？顾总，这是我和是我陆氏集团和江岩之间的纠纷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就算你们顾氏的法务再强，还能颠倒黑白不成？白纸黑字？你确定这合同上的签字是江岩的亲笔笔记？我当然确定了，我看了这么多年还能认错吗？这就是江岩的笔记。小陈，这方面你懂，去看看。顾总，经过对比，这份合同上江岩的签名并非江总本人的字迹，可以初步判定这个合同上的签名是伪造的，并非江总本人签署。这不可能！这明明就是江岩的名字，怎么可能是伪造的？没完没了！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顾氏就想包庇江岩，伪造商业合同的签字，意图栽赃陷害，本应涉及违法。小陈，证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大厅内部设了监控，全程监控，并且也取得了高清对比。这份伪造签字的原版合同以及我方提供的字迹样本均可成为证据。至于你们对江岩女士的无端指控和威胁，顾氏的法务部会追究其法律责任。现在，请你们立刻离开，不要打扰我们顾氏副总裁的工作。江岩，我们走吧。顾总，谢谢你，但事情不能这么算了。你想怎么做？顾氏会全力支持。陆晨舟现在最怕的肯定是公司倒闭，背上一屁股的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反而要帮他牵线和黄总的合作。虽然顾氏以现在的发展方向与我们盛世并非同路，不过江总既然有这个意向合作，那我倒是愿意给江总这个面子。感谢黄总的信任。我们顾氏和盛世集团达成合作，我相信在业内一定会成为一段佳话。我代表顾氏集团敬您一杯。江总客气了，我也明白顾氏有能力、有魄力的，能和顾氏这样的企业合作，也是我们盛世荣幸。早在陆氏就感受过江总的魄力，没想到他陆晨舟这么识人不清，把你这么优秀的人才给放走了。顾总，你可真是挖到了一块宝啊！黄总，您过奖了，还是江岩自己有能力，赢得了这次机会。江总，要不是你，他陆晨舟有什么资格能在江城立足？大公司离了你啊，迟早要垮的。下周3本来是和陆氏签订合作的日子，看来现在也没这个必要了。我们盛世和顾氏的合作协议现在就可以签订了。还请黄总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江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可听说陆晨舟可是当面羞辱过你，还把你和盛世集团的签网合同给搞黄了。你对他用情至深，那我继续跟他合作？黄总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我们的合作协议暂时不签署，请您再给他们和我们顾氏集团公平竞争的机会，但最后合不合作，决定权还在您手中。
既然江总已经放话了，又是顾总身边的红人，这个忙我自然是要帮的。那就到时候看这个陆晨舟有什么能力了。不多说了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不跟黄总解释一下，就这样让黄总误会你？黄总是个聪明人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自然知道我的心思。陈舟，怎么办啊？顾前那边肯定会告我们伪造签名。强盛集团的……闭嘴！都是你这个蠢货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谁？陆总是吗？我是盛世集团黄总的助理，黄总让我提醒你，下周3约见的战略合作别忘记。对呀，芊芊，你听到了吗？盛世集团的黄总，差点忘了他呀。有了他，我们就能处理强盛集团那个烂摊子。只要我们能和黄总达成合作，我们公司不只能东山再起，还能更上一层楼。太好了，陈舟，我就知道老天爷是站在我们这边的，我们还有机会。陈舟，不是应该开心吗？你怎么还发愁了？可是我们刚和强盛集团的合作爆雷，要赔偿8000万。现在我们公司无异于一个火盆呢，万一黄总不想沾手怎么办？黄总将要和我们合作，现在肯定不知道，你还愁啥？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陈舟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强盛那边的消息，目前就我们几个和少数几个高层知道，外界肯定还没传开。只要我们动作够快，封锁消息，先把和黄总的合作敲定，拿到第一笔合作资金。拿到资金，先把墙上的窟窿给补上。没错，只要达成合作，后续只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进入。到时候还怕填不上这个窟窿吗？到时候公司危机解除，我们还能借强盛集团的势更上一层楼。可是我们这样拆东墙补西墙，万一他知道……陈舟，商场上谁不是这样？这样是常态。等我们合作做出成绩，黄总赚了钱，他还会在意这点小事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也不是不还，我们只是暂时周转一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错过这次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错过这次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个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和黄总的合作。你赶紧去准备材料，把我们公司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。强盛那边的消息一定要给我死死的压住，任何人要是敢泄露半点风声，立刻开除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办，这次我们一定能翻身。黄总，这套代码呢，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团队研发出来的。您只需要把这个代码插入到材料的数据库里，就能够自动运行。这样，你能为我的工作中带来一个最大的收益。黄总，我有信心，只要你和我们陆氏集团合作，我们不出3年就能将市场份额扩大30%。陆氏根基扎实，团队优秀，绝对是最佳的合作人选。是的，黄总，我们非常有诚意。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合作方案，里面根据盛世集团提供了最新的设计方案。陆总的计划听起来不错，只不过你身边这位怎么不是之前和我对接的那位？江岩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很看好他了，就等着直接和他对接。我听说了一些事情，他可被你们……黄总，您真是关心我们，但您不要听信了那些传言。江岩姐没来，是因为她为了合同方案熬夜加班，她身体不太好，我们也很心疼她，所以就没有让她来参加这次会议。不过您放心，虽然她因病没来，但是她已经把项目全权交于我，我们做足了功课，也不会比江岩姐差。是啊，黄总，别看芊芊年轻，但是啊，她的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那都是一流的。就我说句不好听的呀，我作为江岩的上司，她虽然能力不错，但是不懂得变通，只会固步自封，也不懂得为公司开源节流。新时代，我们也更加愿意用一些更高效、更有创新性的人才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可据我所知，好像不是这样吧？我很相信江岩能力的，更倾向于和他合作。既然黄总这么看重江岩，这合作我们势在必得，忍辱负重，借他江岩一个名声，也算便宜他了。黄总，不瞒您说，其实我是江岩的徒弟。
请您相信我，我得到了他的真传，以江岩姐过往的能力展现的价值，跟我们合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你们明白江岩的能力就好。虽然我很倾向于跟他谈合作，但你既然是江总的徒弟，那我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黄总，您真是太有眼光了，我们绝对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。谢谢黄总，我可是带领着王牌团队的负责人，我们会用实际成绩向您证明，我们一定做的不会比江岩差。黄总，我来的还不算晚吧？黄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我们顾氏盛世集团的合作方案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江岩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话问的可真奇怪，这里是盛世集团，又不是陆氏的地盘，而且我已经辞职了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今天是我们陆氏集团和盛世集团谈战略合作的重要会议，你来捣什么乱？你来捣什么乱？你不会是来抢合作的吧？哼，抢合作？白芊芊，你这话说的可真可笑。现在充其量算是公平竞争，而且你们来找黄总谈合作，打着是谁的旗号？我刚才在门口好像听到有人打着我徒弟的旗号，在这招摇撞骗。哼，怎么，一个被你们看不起的前员工，转身变成了你们充当门面的金招牌？我这就有点糊涂了。刚才二位不是说江总因为身体抱恙，这才没有参与合作？现在怎么看起来江总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不错，而且好像已经是顾氏集团的人了。黄总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江岩在项目初期的确是做了一些工作，但是后期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不足，并且频繁出现纰漏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才让他辞退的。黄总，我们一直都很尊敬他，但商业毕竟是残酷的。黄总，您千万别被他之前的表现给欺骗了。他之前在陆氏负责的那个强盛集团的项目，你知道吧？5000万的大单子，差点就因为他能力不足给黄了。只要我咬死，是江岩能力不足，前期工作失误，现在他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，毕竟他可是被辞退的人。黄总，芊芊所说的句句属实。他在工作期间的确存在着工作态度不端正、频繁出现纰漏的情况，我们也是忍无可忍，才做出了辞退的决定。你们居然还有胆量在这里提强盛集团的项目？怎么了？事实就是这样啊。江岩，你少在这里翻旧账。能被我们陆氏集团裁员的人，那都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。是吗？那我可要把这份证据给黄总看看。黄总，多有冒昧，我是顾氏集团的总裁顾乾，这份文件足以证明江岩的清白，也能证明二人诬陷的证据。陆氏集团给强盛集团的材料造假，以次充好，伪造签名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你们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这么大的篓子，5000万的项目暴雷，8000万的赔偿，你们敢隐瞒这些，跟我谈合作？你们是把我黄某人当傻子，还是觉得盛世集团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冤大头？等着给你们擦屁股，还要填窟窿啊！啊，黄总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这些都是他们两个伪造的，他们想诬陷我们。没想到江岩竟然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连自证清白的证据都准备好，看来和我们抢合作的就是有预谋，我不能让江岩得逞。黄总，你想一想，他江岩刚被我们陆氏集团裁员，转头就进到了顾氏集团，顾乾呢，反而是重用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陆氏集团的合作就出现了大爆雷的情况。想一想，这里面都是有猫腻的，他们就是蓄谋已久，联合起来做局陷害。是啊，黄总，您明察。想一想，这里面都是有猫腻的，他们就是蓄谋已久，联合起来做局陷害。是啊，黄总，您明察。他挖好了坑，等着让我们跳。江岩竟然还敢跟我们说想竞争您的公司，顾氏集团以前根本就不涉足 IT 技术集成这个新兴领域，谁不知道顾氏集团是一个老牌企业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谁说我们没有经验？江岩就是我们 IT 部门核心技术人员。顾总，你竟然还让江岩这个外行来主导，你们安的什么心啊？黄总，你们千万别被他给骗了，他们说不定就是想用您的钱去填他们的窟窿，或者套取您的核心技术。黄总，江岩在我们公司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写过一行代码，怎么转头进到了顾氏
就成了 IT 部门的技术人员呢？黄总，您可要三思啊！江总、顾总，我想请二位解释一下，你们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和诚意做好这次合作？你们有这个实力和诚意做好这次合作。江岩，没想到吧？就算你揭穿了强盛的真相又怎样？现在轮到你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了，还敢吹核心技术人员？我看你怎么证明？难道一个企业没有涉足过某个新兴领域，就没有资格进入了？20年前，盛世集团做的就是传统制造业，现在呢，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、新能源，盛世哪一块没有涉及？哪一块不是从零开始，做到了现在的行业顶尖？商业的本质不是守成，而是开拓。的确，顾氏集团在 IT 方面没有成熟的业务链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能力，也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这个决心。说得好听，顾前，你少在这里偷换概念。上市集团是从零起步估价的，但是人家的创始人、技术团队有哪一个不是技术出身？反观你们顾氏集团呢？顾前、江岩，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有谁懂写代码？有谁懂技术架构？有谁懂算法？就是不懂技术，还想包揽顶尖集成 IT 项目，这不是合作，这是诈骗。黄总，您听听，他们连最基本的履历都拿不出来，凭什么跟您谈合作？凭一张嘴吗？江岩，你在陆氏集团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写过一行代码。你天天在公司里面不是做合同，就是陪客户喝酒，再就是谈签约。江岩，你怎么转身到了顾氏集团，就成了 IT 部门的技术人员？黄总，顾氏确实强势老牌企业，资金雄厚，但在科技发展这个领域，他们深耕的时间根本没有我们陆氏长。我们陆氏5年前就开始集成 IT 行业，有完整的研发团队。顾氏想靠一个江岩，靠一张嘴空口白话，就想夺走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的成果，凭什么？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资格。黄总，有没有资格，不是他们一个人说了算。陆总，你不是一直以你研究很久的技术引以为傲吗？这样，咱们不如来比一场。比一场？顾前，你疯了吗？你拿什么和我比？你有技术团队吗？你有项目合作案例吗？还是说你想要江岩来和我们比写代码呀？他，一个连 Hello World 都未必写明白的人，你想让他和我们的陆氏的核心团队比啊？顾前，你这是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哎呀，顾总，江岩姐什么实力，我们更清楚不过了。你还在这里硬撑，最后闹得大家都不好看。陆晨舟，你知道陆氏集团3年前到现在那个支撑销售体系、整个底层数据分析的框架是谁写的吗？那不是我最早外包出去的吗？不对，难道是你？难道是你？不可能是你。那个技术是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，整个公司都是以它来支撑的。江岩，你一个每天只知道跑客户、喝酒应酬的人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技术来？就是，你要是有那本事，怎么还在陆氏谈合作？早就拿钱退休了。研发这个项目的大神现在就在我们公司上班，年薪100万，掌管着10几号人的团队。江岩，你不会是想冒充他吧？哎呀，江岩姐，你可真是的，什么功劳都敢往自己身上揽。要不是陆总清醒，不然还真被你给唬住了。要说 IT 技术嘛，我虽然不敢自称大神，但也是海外名校计算机专业毕业。要是真和我比，你也不一定比得过我。芊芊可是复合型人才，她不仅仅毕业于海外顶尖的商学院，还精通 IT。今天我们就来比一场，看看是谁滥竽充数，谁才是高端的人才。今天我们就来比一场，看看是谁滥竽充数，谁才是高端的人才。顾总，你不是想比吗？那我们就现在，当着黄总的面，你敢不敢？宋晨舟还真把我推上去比啊！怎么，你怕吗？我就不信江岩一个文科生能懂什么技术。就算我多年没写代码，基础也比江岩强。比较比，那就请黄总来当裁判，让大家伙看看，谁才是有资格跟盛世谈合作的人。有点意思啊！既然大家都有这个意向，
我不介意当这个裁判，就用会议室这2台电脑，半小时内谁敲出的代码效率更高，速度更快，谁赢。芊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是精通 IT 吗？我记不清楚操作了。江岩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江岩，你是不是作弊？黄总，他把 U 盘插进电脑里了，这个 U 盘肯定是存在他之前写好的代码。一个文科生怎么可能写代码比我还快？你这个 U 盘里是不是提前写好了答案？这根本就不是公平竞争。你这个 U 盘里是不是提前写好了答案？这根本就不是公平竞争。是啊，黄总，这绝对是作弊。他无缘无故的往电脑上插 U 盘，不是作弊是什么呀？我作弊？是你就是作弊，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写这么快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提前知道了今天有一场代码比赛，准备好了黄总临时出的题目？黄总，您说句话呀！他往电脑上插 U 盘这个行为的确很可疑啊，这不能算数啊！黄总没有立刻反驳，说明他在犹豫。只要黄总认定江岩在作弊，那就算我的技术差也没关系，都是江岩使诈，黄总肯定会选择跟陆氏合作。黄总，盛世集团不可能跟这样的人合作。你质疑江总插 U 盘的行为是作弊，觉得他一定是提前把答案存进去现场调用，不是自己写的。对，这太明显了，他不可能写这么快。江总，这个 U 盘是我3年前送你的礼物。是的，黄总。3年前的行业峰会，您作为演讲嘉宾，现场演示了一场代码。会后，我向您要了一份学习，你给了我这个 U 盘，我说，里面是我早些年写的技术笔记和代码片段，不算什么商业机密，可以看，有什么不懂随时问我。没想到3年前的旧 U 盘你还一直存着。江总，你的这份心意我明白了。白总监，你自己技术不精，基础薄弱，现场表现一塌糊涂，不想着如何提升自己，反而第一时间诬陷对手。陆总，这就是你口中精通 IT 的复合型精人才？你们公司的高层能力就这么不足？我很难想象他带领的王牌团队能多成功。江总，我们盛世优先和顾氏合作。谢谢黄总，顾氏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什么？黄总，你怎么能跟他这样的人合作？都是假的，他根本不会写代码。是啊，黄总，江岩他在我们公司3年，他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会写代码，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啊？到了现在，你们还在质疑江岩的能力吗？不表现，难道就代表不会吗？陆晨昭，你与江岩结婚3年，你有真正了解过他，关心过他？你以为你开除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其实是他默默为你付出了3年，一砖一瓦为你打造商业帝国的人。江岩说的底层架构，3年前我见过，一个初创公司能在短期有那样的技术，我当时非常惊讶。我以为出自你的手笔，我还夸过你。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不是你。我决定，盛世集团和陆氏集团永不合作。完了，黄总的合作没了，那陆氏集团就没救了。不行，我求求爷爷，求他回来，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爷爷，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。这公司是我们的心血呀，你可不能看着它倒下呀。爷爷，看在我们夫妻3年的情分上，帮帮我，帮帮陆氏吧。好一个3年的夫妻啊！陆晨昭，你与这个女人偷情的时候，
你有没有想过她是你的妻子？你给议员年终奖的时候，羞辱她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是你的妻子？你以她的名义借了1亿的贷款，你有没有想过她是你的妻子？你没有想过呀。啊，现在公司破产了，你倒是想起来了。陆晨舟，你不配。妍妍，我跪下来求你了，这个都是我们的心血，是我们的孩子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救救他吧！看着这个曾经深爱过、付出过一切的男人，涕泪和流浪卑不堪地跪在自己面前，会心软会痛，但没有，我只觉得平静，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只觉得平静，前所未有的平静。陈舟，从你那天把1块钱甩到我桌上那一刻，陆氏的荣辱兴衰与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好自为之。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！要不是你当初勾引我，跟我吹嘘你自己有多么厉害，我也不会把江岩赶走，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好，陈舟，你放开我！是你自己担心，你说江岩配不上你，你说那些人看不起你，靠女人上位，怎么还能怪上我？来人，将陆总和白总监请出去。从今天起，这2人永不能踏入盛世半步。我自己会走。江总，还是你更胜一筹啊！黄总，还是多亏了您的帮助。我不知道江总这么做有什么打算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那就期待与顾氏的合作了。黄总，合作愉快。那我准备和顾氏的合作协议，你们自便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现在能救陆晨舟的路子彻底断了，强盛那边8000万的窟窿填不上，他坚持不了几天，而且以他平时的性格，不可能这么快让陆氏被收购。但现在银行不会贷款给他，投资机构也不会看好一个频频爆雷、核心团队出走的企业。难道你打算趁机低价收购陆氏？陆氏是我一手带起来的，我不可能让他落入其他人手中，也不可能让陆晨舟把他败光倒闭。那你需要多少资金？这次不用顾氏出钱，我将以新生资本的名义发起收购。这家公司是我离职后一直挂在顾氏的名下，作为独立子公司运营，法人是我，启动资金也是你当初给我5亿中一小部分。新生集团竟然晋升100强企业？原来你早已经准备好了。从我被赶出陆氏那一天起，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回来，但绝对不是以被施舍的姿态，而是以主人的身份。现在是时候了。催债的打法务，催债的打法务。你好，陆总，我是新生资本首席执行官助理，我姓周。新生资本有意向向陆氏集团发起收购。什么？收购？新生资本？没错，陆总，新生资本是世界100强企业，已经成功投资收购了10几家企业，获得了上百亿收益。资金充足，决策链短。如果贵公司有意向，我们可以约时间详谈。有意向，非常有，随时都可以。周助理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公司收购条件是什么？估值多少？什么时候可以签意向书？我们老板会跟你面谈的。陆总如果方便，明天上午10点，新生资本的创始人会亲自到贵公司拜访。方便，非常方便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在公司等你们。你听到了吗？新生资本，他们要主动来找我，要来收购我们陆氏。太好了，公司有救了！我就知道我们陆氏还有价值，他一定是看中了我们的价值。明天我要谈一个好的价钱。是，陆氏现在是欠了8000万，但是我们陆氏还有底子。
我们只是暂时遇到了一点小困难，新生资本想捡便宜收购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哼，江岩不帮我，自然有人帮。他以为我离了他，陆氏就会倒了，瞪大眼睛看着，没有他，公司照样有人抢。陈州，这个新生资本，你之前听说过吗？没听说过又怎么样？那个人可说了，他们是世界100强企业，收益有上百亿，资金厚得很呢。可是会不会跟江岩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江岩会来收购我们？哼，白芊芊，你脑子是被他吓傻了吧？是，他江岩是有能力，但他就是一个刚刚被顾氏挖过去打工的。他有独立操盘的能力吗？他有这个资金吗？他有这个权利吗？顾前是喜欢他，给了他一个副总裁的位置，给了他5个亿让他折腾，但这不代表他能让一个新兴的企业变成世界100强。明天给我打起精神！新生资本的创始人要亲自来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你要是搞砸了，就给我滚出陆氏！江岩，你怎么来了？陈州，难道江岩是新生资本的创始人？哼，怎么，江岩在顾氏集团混不下去，想回到我们陆氏啊？我告诉你晚了，我今天可是有重要的客人要接待，没空搭理你。是啊，江岩姐，你还来干什么啊？来笑话我们的？还是来求我们陆总让你回来的？门儿都没有。求你们？陆晨舟，你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，到底谁求谁？你什么意思？江岩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难道你们是替陆总来找新生资本谈合作的？我看呀，你没有这个资本。陆晨舟，别自作多情。现在要倒闭的公司可是你们。可惜了，陆氏集团马上就要被收购了，倒不了了。没错，我就是来收购的。江岩，我知道了，我还以为你干什么来？江岩啊江岩，你说你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，到最后不还是求到了陆晨舟的头上？怎么，在顾氏集团混不下去了？顾前给你的5个亿让你给败光了？还是说你那个水平连顾氏都瞧不上？灰溜溜的跑回来是要借助我的关系拍摄新生资本，给你拉投资啊？哎呀喂，江岩姐，你也有今天啊，不是挺能耐的吗？又是5亿启动资金，又是公司副总裁，还会写代码，还会打我们的脸，怎么现在反过来求我们了？可惜啊，晚了，我们陆氏马上就要被新生资本收购，那可是世界100强公司，你呀想借我们的光搭上新生资本，做梦！哎，江岩，我问你，跟着顾前混有什么前途？顾氏再大，你也就是一个臭打工的。看看人家新生资本世界100强，随随便便一收购都是上亿元。我再问你，你说新生资本为什么要收购我们陆氏集团？啊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的战略眼光，我的能力，我的商业布局。所以啊，你呢，还是回去好好的跟着顾前混吧。也许哪天我一高兴，念起这旧情，赏你2个钱，赏你口饭吃。至于你刚才所说的要收购我们陆氏集团，哼，别动！你们顾氏啊，什么都没有做出来，还想收购我们陆氏？你们拿什么和人家新生资本比啊？你们有这个资格吗？是啊，江岩姐，新生资本那可是世界100强企业，你们顾氏集团还在100强外徘徊呢。哼，你笑什么？你们说完了吗？该我说了吧。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们为什么觉得我是来求你们搭桥的？第二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代表顾氏来收购的？第三，你们真的清楚收购你们的人是谁吗？是你？是你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合同已经摆在你面前，看看收购来那一方签的是谁名字。江岩姐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。新生资本那可是世界100强企业，现在现金收益有上百亿啊！你呢？前不久还在陆氏找陆总签字离职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？
啊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新生资本的创始人？你哪来的钱？哪来的人脉？哪来的资源？你怎么能靠着雇钱就能混到现在这个地步？江岩，你骗人呢！这个合同是假的，公章是伪造的，你想空手套白狼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新生资本那种级别的公司，怎么可能创始人是他？一定是他用了一定的手段，盗取了公章，伪造了合同。陈州，报警！报警抓他！他这是商业欺诈，让他坐牢。公章是真是假？陆总，不如直接去问问盛世集团的黄总。就在昨天，盛世集团与新生资本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啊。黄总啊，还亲自参加了签约协议。陆总说公章是伪造的，合同是假的，不如直接去问问黄总。要不要我替你打个电话呀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新生资本的创始人？我查过新生资本的资料，他可是有上百亿的盘子。你3个月前还在为5000万的合同加班熬夜，你怎么可能有上百亿？白芊芊，你知道这5亿的启动资金，顾总为什么会给我吗？因为我值得。的确，因为他值得。他仅用了5个亿的一小部分，就翻了上百亿，将一个新兴的小公司做成了上市500强的企业。你这么厉害，还在陆氏给我打工，藏了3年。陆晨舟，江岩他不是藏，只不过他待在你陆氏，作为你的手下，他真的尽力了。有你这样的人当老板，再有才的人才也会被淹没。合同已经摆在你面前了，30分钟之后，陆总要是还没签字，强盛集团的诉讼法拍程序同步启动。现在是10点15分，10点45分之前签好字，新生资本将入驻陆氏。强盛集团的8000万赔偿款，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替你结清。员工的工资明天也会正常发放，合作上的欠款1周内也会全部结清。那我呢？陆氏集团被收购后，管理层将重新洗牌。创始人陆晨舟，项目总监白芊芊解除职务，今天起离开公司。凭什么？那可是陈舟的公司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陆晨舟，你考虑清楚。江总监，我错了，江姐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不应该勾引陈舟，我也不应该陷害你，求求你留下我吧，让我当个前台也行。江岩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收购陆氏就是我跟你唯一的旧情。人事部会配合你们办理好交接，今天下午5点前离开公司。哦，对了，公司配的车是资产，要留下。公寓也是公司租的，也要一并清退。公寓也是公司租的，也要一并清退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顾总，我决定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是我给的待遇不够高吗？不是，顾总给的条件，怕是再也找不出第2个了。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这些年我们一直混迹商场，内心一直无法平静。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，我想好好给自己放个假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，顾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嗯。